天我们要讲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在今年的5月下旬呢，加拿大的媒体呢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震撼了全球。在 British Columbia 就是卑诗省印第安一个寄宿学校的旧址，发现了215具的儿童的遗骸。这个年龄呢，最小是3岁最大是17岁。我想讲到这里，很多人脑中浮现这个残忍的画面，215具儿童的遗骸。但是这个事情紧接着在6月24号，大概1个月之后呢，又在另外省的另外一所印第安学校的旧址底下呢，发现了751具的无名尸这个无名尸呢，目前我们看到还在检查到底有多少是不是都是孩童呢？目前还不确定。但是整个事情呢，可以说是揭开了加拿大的一个暗黑历史，在加拿大这片美丽辽阔的土地上发生了这些惨绝人寰的事情。我想这个季大使的国际经验丰富，季大使很理解印第安我们看到少数族群原住民在加拿大他们的生活，当然表面上如果说我们从台湾观光客的角度你到加拿大也好，到澳洲也好，他们都会带你去体验一下加拿大的这个原住民的一些文化生活等等。当然那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表象的在表象揭开，那么过去的历史呢，有没有能够这个平复或是赔偿等等，目前是加拿大举国关切的一个话题。而在这2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加拿大的3个省份也取消了加拿大今年的这个国庆的庆祝，表达抗议季老师你怎么看？其实这个过去就差不多到2次大战结束之前吧，人类有差不多将近300-400年的这个所谓殖民史对，也就是西方挟着它的这个科技的先进到世界各地，它大航海时代嘛，到各地去建立殖民地。那建立殖民地以后，他比如说像以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来那时候500周年的时候要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的原住民全部起来抗议，包括南美洲很多美洲的一些政府也起来抗议。他说：“这什么叫发现美洲？对，我根本在你来之前，我在那边住了上万年啊！什么叫被发现？是你来了以后，然后再一看的话，你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原住民陷入了悲惨的生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这个亲人被大量屠杀。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文化屠杀，把他的历史跟他的认同跟他的文明过去的文明他都把你都抹灭掉了。其实加拿大这个 case 就是这一系列这种殖民政策下面的血泪史中间的一页而已。那为什么这些西方人尤其像这英国人，他们不是表现起来都很文明吗？都很尊重人权吗？其实真的是很虚伪，他们到现在骨子里还是一样的。那这一段历史，其实在北美洲通通是一样。这个所谓的寄宿学校这是当时包括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同样的政策，就是强迫同化印第安人。这是一个这个白人殖民者的一个这个优越感嘛，对不对对。所以我给大家补充一些这个基本资料，在大概1863年大概到1998年之间在加拿大有15万名的印第安的儿童被强制送到了这个印第安的寄宿学校。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他们被迫跟父母跟家人分离，而且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不准称他们自己的印第安的名字，他们要取个英文名字，然后不准了解自己的文化，不准使用自己的母语但是最悲惨的还是什么呢？因为这些环境都不是太好，可能欠缺医疗环境肮脏等等。另外呢，也传出了一些性侵还有虐待等等。后来有很多比较大的孩子逃离之后出来控诉但是整个事情我们看到，一直到1997年呢，1997年，最后一间寄宿学校才关闭，所以这个中间大概有上百年的时间非常非常难以想象。根据统计，大概呢，罹难的死亡的儿童大概有差不多将近6000人左右，而很多人死的都是不明不白，他们再也没有回家了。所以我们看到挖到的这个215具的骨骸，由于都是儿童的，这么小所以这个现场基本上就是一个万人冢的一个这个概念，才会如此震撼。但事实上呢，加拿大过去这段黑暗的历史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所以加拿大呢在08年就调查这个种族清洗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但虽然这个加拿大政府呢也道歉了，但是负责这个管理学校的天主教教会呢，大概有70%也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谢老师你怎么看啊？因为最后大概有8万左右的这个幸存者，他们慢慢长大，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控诉哦。那么根据事后的追踪显示，他们的生活过得也不太如意。对，因为在这个寄宿学校的种种的阴霾，就是跟随着他们一辈子。对，其实这个我每次就想到说，其实像加拿大跟美国，他们要把他们这一些错误过去这种罪行他基本上他要查清楚，然后还要把这些罪行后面的那些观念跟那些文化因素要审视一下，在美国跟加拿大社会是不是现在还存在。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过去你是把他的小孩子通通跟他父母隔离关起来，然后把他同化，然后变成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可是你必须要想一下说，虽然是1997年我才发现我才关那个最后小，可是目前为止，你们对这些原住民的做法跟态度有改善吗？我的观察是完全没有改善。因为为什么？加拿大来讲的话，加拿大这个年轻女性失踪原住民常常失踪。它在有一个城市，觉得年轻的女孩子失踪的一年，它那个数目是数千人。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另外一方面，你去看看加拿大，他们讲有几个省里面的监狱，关的大部分犯人，原住民的比例高于其他族群，高于很多。他们的自杀率也特别高。自杀率因为他整个他的生存，他的这种自尊没有了。对。然后他们吸毒，然后自暴自弃的很多。你加拿大政府，你有去正视这个问题吗？然后人家今天，比如说我们讲美国好了，美国所有的黑人都跟人家讲说，你有一个系统性的歧视问题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那美国人都不承认。所以美国、加拿大他们根本就没有反省，只是被挖掘出来以后，他就来做个道歉。道歉完以后呢，脸一抹以后呢，又道貌岸然去指责别人。比如说加拿大这次带头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推了一个提案，对不对？要谴责中国大陆迫害新疆人权，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在自己的家里面才被发掘出来一个几千具骨骸，可是他居然要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就己身不正嘛，我怎么好意思去指责别人嘛？从1863年开始，我们看到有15万儿童被迫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家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但是我看到一个数字，就像介大使刚刚所讲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些原住民，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如意所以你刚刚讲到处境不好，经济收入不好，然后可能各方面的状况都不优，所以也导致了现在这些原住民的儿童大概有1/10被强制带离家庭送到社会收容机构。当然这是现在以现在观点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机制带领你原生的父母，因为他们可能会伤害你，或是没有办法给你足够的这个抚养跟照顾等等。但是对照起他们的上一代、上2代，这也是一个被迫分离的概念。而这些被迫跟父母分离的孩子，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完整的照顾？长大之后，对于心理的创伤等等，他们又会无限的轮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这个其实你要再往前面看，他们因为这个都是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它是编预算，然后让这些教会才成立学校，跟你来申请预算。这是政府给的资金。政府给的政策。在之前的话，那很多地方就是看四下无人烟，机关枪一架全部扫光，全部就打死了。那就是把你就说，所以有 genocide 嘛，种族灭绝嘛。你这要抵抗我的或怎么样，你跟我的这个利益开发利益，他就把你整个就给你种族灭绝了。那你看他们，你要算一算看加拿大原住民在英国人去殖民之前，跟他现在人数上有怎么比？然后加拿大在北极圈的这些原住民，他们是猎杀海豹的，而猎杀海豹它不是商业的，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有这种所谓就是说环保的观念，他不会列一大堆冰箱弄起来。可是当时加拿大的商业机构，它是为了要那个海豹的毛皮，非常残忍的。然后呢，去用那个棒子把那个因为刚生出来的海豹的皮更好，就用棍子活活打死。那就是严重侵犯了这个原住民他们自己赖以为生这个海豹的族群的生存。可是呢，国际社会开始抗议的时候呢，他说那我不打了，不打以后连原住民也不能去猎。
那就变成说，本来人家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态链，结果你用商业行为，结果你造成这个保护动物者的这个干涉以后，以前原住民也不准，所以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破坏了。然后前一阵子，这个拜登跟加拿大政府停了一个所谓开采油田的一个这个协定那个油田也是在北极圈，也是原住民的生活圈，他们起来抗议啊，可是谁听呢？谁听呢？他说这是我传统生活领域，他政府说这个我要来开油田，还好拜登那个油田的计划美国停了，要不然又多少原住民加拿大原住民流离失所，所以原住民事实上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在加拿大社会就是一群像印度社会的贱民吧，对，在生活可能他物质上好像有改善，可是精神上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个殖民者的残酷的暴政完全给这个做了加上非常大的戕害。那这些人命都是一个一个人就把你，对呀，就让你消失在世界了。那澳洲他们以前打原住民，也就是随便在原野就把你杀了。加拿大原住民大概是有140万人，它大概占总人口的4%那么其中的这个印第安人，他人数又最多，占其中的60%，可以说是 First Nation， 就是第一民族嘛那么他们大部分住在这个西部省份。其实加拿大我们看到这个原住民他们的这个文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是很美丽的。但有70种语言，在这个语言学上呢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当然跟这个台湾处境有点像，台湾当然我们现在很重视母语台湾的几大母语，我们都呼吁这个原住民的孩子希望能够保存他的语言。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的215具的儿童骨骸跟新发现的这700多具的骨骸无名尸这700多具是不是儿童还不知道，但是这215具的这个儿童骨骸呢，会不会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有很多这个幸存者长大之后老了以后，他们出面控诉，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在寄宿学校遭到的惨无人道的一些对待，虐待也好，霸凌也好，性侵也好，还有各式各样疾病的蔓延，集体死去。当时他们在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们，觉得他们在胡扯，他们是在这个幻想等等。这215具的儿童骨骸这个挖掘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印第安的老人出来老泪纵横，说我以前讲的都没有人相信。这证明了，他说这些就是他过去死去的一些朋友，但这会不会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在全盛时期，我们看到全加拿大呢，像这样的印第安儿童寄宿学校有80间这规模非常庞大，非常大，这是整个联邦政府的计划他编预算在这边把这些原住民要把他的，这是叫文化灭绝嘛，让他对于他的语言文字这个民族认同全部把你切断也就是让你这个族群在那边生了上万年的这些原住民，就跟你的根全部切断嘛。所以他们是很痛苦的在那个学校长大的孩子，就算是你幸运的躲过了死劫，你能够平安长大，我想你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跟你的父母恐怕语言文化都格格不入。对。但是呢，你带着这样的背景要进到加拿大的社会也有困难。对。两边都有困难。那加拿大就用法律来制裁他嘛？对，就用加拿大人的法律来制裁他嘛。所以监狱里面关的这个原住民更多他受了全身创伤然后他有他的英国人讲这是文明的法律，好了，你再进我的系统，然后呢我就治你所以关了很多人这些人精神创伤，然后这个失去了认同。对不对？然后跟自己的族群，这个甚至父母亲都断了关系，你叫他再回到社会上去，对不对？再用严格的法律都把他送到监狱里面，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消灭了。所以这个部分，这是比较人道的方式消灭。很难接受或是很感慨的是，当英国加拿大、美国这些大国他们把手指指向了中国大陆这个谈判动不动就讲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首先他能不能够处理自己的这个黑历史的过往？我觉得因为我在日内瓦我对人权最有兴趣我是最认为西方人最虚伪的，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对人家指手画脚，然后对自己做的罪、犯的罪那种，他叫做大规模持续性的侵害人权，由政府用政府的力量大规模
那好，这个在这个在加拿大多的不晓得多少，到现在还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关切这些人权。可是讲到这，我就讲到我们台湾有一个 case。我们前几年，我们在我们台南的玉里发现了一个万人坑，那个大概有3000具骸骨。就一看那个骸骨啊，也是从骨骼来看啊，有小孩、有妇女、有老年人、有成年人，3000多具。后来那个时候是在民进党政府，就不提了。你知道那些骸骨是什么？谁的骸骨吗？谁啊？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杀的，也就是日本统治到20几年的时候，当时在台南玉里的有一个交8年事件，对，是那个屠杀的人哈，也是哈，到现在不晓得多少。可是那个万人坑发掘出来以后哈，我们应该自己来重视我们台湾的先人哈，也同样被殖民统治的时候哈，那种悲惨的命运，不要老是看别人做什么，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那台湾的原住民有没有被清朝政府大规模屠杀呢？事实上是没有。那是被谁屠杀最多呢？事实上日本当时雾社事件的时候用的是毒气对，也就是个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对，它是用毒气在高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加拿大，我们不回过头来看我们原住民。今天这个高金素梅讲的，我们这个三峡的有一块大阪，现在大阪跟公园那块地是属于泰雅族的。当时日本人也是派军队，硬是把他们消灭赶走，所以那块土地一直是有争议的。那为什么清朝没有这个跟原住民讲？清朝事实上，你任何汉人要进入藩界去开发，要政府同意，而政府基本上都不同意，那就是保持这个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平衡。所以，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日本来了以后，他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是那个屠杀我想跟这个加拿大时代背景一样，做法可能比加拿大更残暴。